小时候在农村，每当天气炎热，人们都喜欢跳进池塘洗个澡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曾经有过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如果我洗澡的时候也能遇到仙女就好了。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，一直有各类仙女与凡人结合的故事。凡人获取仙女的办法是，趁仙女泡温泉的时候偷她们的衣服，或者趁机抓捕，然后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仙女与自己结合。你好奇过没有？难道天界没有水吗？为什么仙女总是来凡间洗澡？仙女下凡，历史上第一个下凡的仙女，应该就是帮着皇帝打仗的九天玄女。那时虽天庭还未设立，可九天玄女也是大能之辈，居于天界之上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愿意下来帮助一个部落首领。后来天庭成立起来之后，下凡的仙子真是前赴后继。先是玉帝妹妹瑶姬仙子下凡与杨天佑结婚，生下了二郎神。被玉帝知道后，将瑶姬压在华山之底。后面二郎神劈山救母，结果人刚救出来，就被玉帝派金乌给晒死了。杨戬气不过，担山赶日，大闹天庭，后被蛰伏在天庭任职，不过也是听诏不听宣。随后，二郎神杨戬的妹妹杨婵仙子，也就是三圣母也下凡了，与凡人刘喜结合，生下来了沉香。后来杨婵被压在桃山之下，之后沉香也是劈山救母。看来仙女下凡自上古就一直存在，下面就来看看为什么仙女喜欢下凡洗澡吧。仙女洗澡版本一，在袁科老师的中国神话传说中讲到了帝俊的故事。从这个故事中，大致可以找到仙女喜欢洗澡的文化传统。根据淮南子的记述，在上古尧的时代，曾经爆发过一次巨大的旱灾，随后才是水灾。这次旱灾是由10个太阳造成的。然而10个太阳是东方天帝帝俊与妻子羲和所生。根据尧典《山海经》的记载，帝俊与羲和生了10个儿子，也就是10个太阳。同时，他们还生了10个月亮，也就是10个女孩。他们一家人居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，又叫温远谷，在黑齿国北方。汤谷里的海水一直在沸腾，10个太阳儿子在妈妈的带领下轮流洗澡，所以汤谷就成了沸腾的温泉了。同时，10个月亮姑娘也轮流洗澡，形成了仙女洗温泉的最早习惯。在汤谷中有一棵巨大的树叫扶桑，太阳与月亮栖息在水上，轮流到树梢上值守，于是人间白天就能看到一个太阳，晚上看到一个月亮。月亮都很乖，按部就班轮流值守。不过太阳时间长了，就厌倦了这种轮值的行为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太阳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玩，于是